一大早抵达 JR 宇都宫站，先去饭店放行李。将将 Condell，JR 车站东口走出来就到了。JR 铁道和东武铁道各有一个宇都宫车站。这几天我会以 JR 为主要搭乘交通工具游玩立木线。Condell 是最佳的住宿选择。Check-in 大厅在13楼，这是望向车站西口的视野。放好行李，我走回车站内的观光安内所。我买了前往大谷资料馆的套票，总共2000元。套票包含列出的巴士站牌无限搭乘、大谷资料馆及大谷寺的门票。这个观光安内所靠近西口。这里是宇都宫的西口。西口就是比较热闹，有比较多店家、百货公司的区域。那东口的话，它就是有路面的电铁。宇都宫的饺子君，饺子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雕像，很神奇。车站西口出来也是巴士转运站，各路公车都在此汇集。在6号的乘车口搭第45路的公车。30分钟车程，到了，在立岩站下车。从公车站牌下车，还要走一段10分钟的路程。这段路毫无遮蔽，虽然太阳很大，但总比下雨好。终于到了，工作人员撕走票根即可进入。大谷资料馆昔日是大谷石的地下采石场。所谓的大谷石是由岩浆和火山灰演化而成，属于火成岩易切割耐腐蚀。大谷石自17世纪起，在日本是被广泛使用在生活上的建材，无论是铺路、坟墓，乃至建造东京帝国饭店。然而，随着混凝土的普及，对大谷石的需求日渐降低。1979年，这个地下采石场转型为对外开放参观的大谷资料馆。很难用镜头传达这地底下的空间有多浩瀚。
纪念品店内有卖大古石做成的小物。离开大古资料馆，前往大古观音寺，大概也要走10分钟。从大古资料馆走出来，外面的这一片岩壁，都算是大古景观公园。对，它就是一直连接到，就是往前走，就是大古观音寺。大古观音寺正殿被岩壁包围，岩壁墙面上雕刻了10尊佛像，其中一尊是千手观音，据传是弘法大师于西元810年亲手雕刻的。不过这里面禁止摄影，无法拍岩壁上面的佛像给你们看。参观完石佛岩壁，顺路出来即是宝物馆。宝物馆内展出一具绳文时代1万年前的人骨。这具人骨是1965年时在佛堂下方挖掘到的。宝物馆内一样禁止摄影。出来后顺路是一座日式庭园。我买了念珠及招财小物，然后我真的是一个天兵，就这样离开大古观音寺，走去搭巴士了。彻底忘了还要去对面的大古公园，有座27公尺高平和观音雕像，在此补上 Google Map 作为示意，千万别像我一样忘到浑然不知。接着搭公车回市区，在马场町站下车。站牌旁边就是宇都宫八荒山神社。我先到对面的街道觅食，走进了一个商店街，吃了松屋，很安全的选择。原来这里就是 Orion 商店街，我只是漫无目的的闲晃。平日白天，这个商店街有些冷清。走着走着就到东武百货了。它是跟东武铁道宇都宫站共构的。日光二荒山神社和宇都宫二荒山神社有何不同呢？日光的是总本社，属山岳信仰体系，主祭男体山。宇都宫的则是从日光二荒山神社体系分出来的分社，属地方层级信仰，城市守护神，主祭宇都宫地区的开拓始祖丰臣入彦命。
然后来到距离宇都宫二荒山神社不算远的八幡山公园。这里不是公园的正面 ，Google Map 乱带路，带我走公园背面的小山路，一度让我找不到入口。如果从公园正门进来，照理说会看到立木县县厅大楼。公园内没什么人，这座展望塔也只有我一个游客。来都来了，就买个门票上去看看吧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2番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坦白说，八幡山公园略显了无生气。听说春天时这里是人气赏樱景点，如果是春天到访，或许比较有氛围。看完了铁塔，就来找这个吊桥。走回到宇都宫的车站，已经快到车站了。宇都宫虽然以饺子闻名，但我待了5天，只吃了这一餐饺子，其他时间我都是吃旅馆楼下的大户。车站内的这间贡茶生意超好的。哟，斯巴拉西！不认真，饭店开箱。非常爱看 Candel 的这种装潢风格，很沉稳，可是又有时尚感，有质感。Candel， 而且重点是这一边这一块空间够，可以把行李箱摊开来，这个很重要。而且我特别选了这个方形，是因为其实我行李箱也不一定要放在地上，我也可以放在这一个长椅上面。然后它都是高楼层 ，Candel 的特色就是都是在这种新的办公大厦，然后他们的前台、柜台都会设在最高楼层，反而是房间会在底下的楼层这样子。厕所。check-in 柜台是在13楼，然后13楼以下是客房，14楼就是公共空间，就是有洗衣机，这是一个休憩区，大浴场，整个就是非常的欧夏类的风格。它这个洗衣机是滚筒式的，下面是洗衣机，上面是烘衣机，还蛮特别。他们是用伊莱克斯的机器，蛮罕见的，不是他们自己的日系品牌。
这天我在巴士转运站的8号乘车处搭巴士，在路边站牌下车后，往旁边的民家小路走进去。看到前面有竹林了，应该就是这里。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竹园，不同种类的竹子。不过我现在也是3点半到，它5点就结束营业，所以1个半小时，我就走马看竹咯。一进来，前面是一片应该是栗子，种栗子的园区。所以一进来不是竹子，是先看到这些栗子树。哇，这前面进来就是一整片非常密集的梦中竹，可是里面看起来就是很昏暗。走到后来有一点迷路，好像走迷宫哦。爱花人士必访竹立花卉公园，它有一个专属的 JR 车站。我先从 JR 与都宫站搭到小山站，然后在小山站换乘2毛线至竹立花卉公园站。买完票进门后是一个类似花市市集的区域。到访时是11月，即将迎来圣诞节，里面好多圣诞饰品。10月中旬到隔年2月中旬，下午3点半开始。有点灯活动，园区内的植物都装上灯饰，璀璨闪耀。我下午4点半到达，已经开始打灯。可能是年纪大了吧，看到后来我有些视觉疲劳。除了灯光效果，其实我也想欣赏花卉原始自然的样貌。我应该早一点来的。这样就可以一次欣赏自然版和灯光版的花卉。